今天我们一起来钩织一顶轻盈又凉爽透气的渔夫帽。材料方面，我这次使用的是5毫米的木浆纸线，它比一般的纸线更薄，所以我用双线来钩织，大概需要24公尺，26码。如果你用一般的纸线，可以直接单线钩织，这样只需要12公尺，13码左右的纸线。没有3.75毫米和3.25毫米的钩针，如果没有这2个尺寸，也可以用4毫米和3.5毫米的钩针。另外还需要2个记号环、缝针和剪刀。帽顶和帽身我们会用3.75毫米的钩针来钩，针目的空隙比较大，戴起来头顶不会闷热。到了帽檐的部分，我们换成3.25毫米的钩针，针目的空隙会比较小，这样的效果也会比较好。首先用双圈环状起针，在中指上绕2个线圈，钩针穿过2个线圈后，勾住指线拉回，这里直接钩中长针。首先拉长线圈，按住钩针上的线圈后，反时钟方向绕一圈。钩针不要穿过洞口，直接勾住指线，从指线和线圈中间由后绕过线圈到前面，勾住指线，直接过2个线圈。这样第一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在洞口里钩9个中长针，钩完第2针后，在钩针下的第1个针目上扣上记号环，这是这一圈的第1个针目。第1圈总共有10个中长针，现在要收紧洞口，先稍微拉一下线头，这里我们会看到其中2条线变短，这2条是中间的线，没有变短的这2条是最里面的线。先拉中间的线，这样能把最里面的线收紧，洞口也会跟着缩紧。再拉线头，这样整个洞口和线圈就全部收紧了。这时候就可以直接把线头剪掉。拿掉记号环后，我们用无痕引拔将第1针和最后1针连接起来，同时钩织第2圈的第1个中长针。
在同一个针目里再钩一个中长针。然后将7号环扣在钩针下的第一个针目上。第2圈的织法是每一个针目都要钩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钩2个中长针，有10组加针，总共20个中长针。用无痕引拔将第1针和最后1针连接起来，同时钩织第3圈的第1个中长针。在下一个针目里钩2个中长针。钩完第2针后，在钩针下面的第1个针目上扣上7号环，继续在同一个针目里钩1个中长针。第3圈的织法是2个针目为一组，在第1个针目上钩1个中长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钩1个加针，每一组会有3个中长针，有10组，总共30个中长针。接下来依照织法规则继续钩织，每加1圈，每一组就要加1针，每一圈会多10个中长针。关于帽顶的大小，只要量一下自己的头围，再除以 3.14， 就是帽顶可以钩到的最大直径。举例来说，头围56公分，22寸的话，除以 3.14， 直径大概是 17.8 公分，7寸。以这个尺寸做帽顶，帽子戴起来会比较松，因为帽顶和帽身连接的地方有一点弧度，这里会让帽檐加大一点。如果想要帽子贴合头顶，帽顶的直径就再减1到2公分，或 0.5 到1寸就可以了。钩织到第7圈之后，就可以开始量帽顶的直径大小，再依照自己的尺寸钩织想要的圈数。帽顶的部分我总共钩了9圈，我们用量尺来测量直径，大概是 17.8 公分，7寸。
接下来的每一圈不需要再加针，直直往下勾帽身。钩织帽身时，我会在帽身的第一圈上扣一个记号环，这样方便数圈数和量高度。钩织到第7圈之后，就可以开始试戴，再依照自己喜欢的高度钩织想要的圈数。帽身的部分，我总共钩了9圈。高度大概是3.5寸，9公分。试戴时，帽檐刚好落在我的眉毛上方。之前的帽顶和帽身，我们用3.75毫米的钩针，接下来的帽檐改用3.25毫米的钩针。帽檐的第1圈，所有的中长针都钩在针目的后线，同时也要开始加针。这一圈的织法是9个针目为一组，在前面8个针目上各钩一个中长针，在第9个针目上钩一个加针。每一组会有10个中长针，有10组，总共100个中长针。第1组完成后，可以看到帽子的外面有一条线，分隔帽檐和帽身。接着依照织法继续钩织帽檐的第1圈。第2圈开始恢复一般的中长针织法，钩针穿过整个针目钩织中长针。第2圈的织法是10个针目为一组，在前面9个针目上各钩一个中长针，在第10个针目上钩一个加针。每一组会有11个中长针，有10组，总共110个中长针。
接下来依照织法规则继续钩织，每加一圈，每一组就要加一针，每一圈会多10个中长针。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钩织想要的圈数。帽檐的部分我钩了7圈，第7圈有160个中长针，这里可以看到帽身和帽檐中间有一条分隔线。现在我们来钩织最外圈的帽檐，直接用引拔针连接第7圈的第1针和最后一针，接着在每一个针目上钩织引拔针。钩完第1针后，把7号环扣在钩针下的第1个针目，然后继续钩织。在帽檐钩1圈引拔针，会形成一条平顺利落的收边线，让帽檐挺一点。钩完最后一针后，用无痕收针和第1个针目连结，再藏线。这一顶适合在炎炎夏日穿搭的凉爽渔夫帽完成了。刚钩好的帽子形状可能有点凹凸不平，只要把帽子戴在头上，用手轻轻整形，帽子就会服帖头型，看起来更好看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感受钩织的乐趣。